我带着绞杀叛徒的密令来到绝灵谷，结果却看见本该如地狱横尸遍野的地方，如今却如此繁华。首座，这地界邪门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路。聚灵阵杀戮呗，没见过世面吧？谷主带人拿废弃灵石渣拌上金刚符灰铺的，进谷别乱扔果皮，抓到罚款10块下品灵石。还有飞剑靠右飞，那条发光的白线绝对不能压。我堂堂仙盟戒律院首座，元婴期大能，竟连正眼都不看我，在仙盟总部咳嗽一声，各大宗门都要抖3抖，这魔修！外州来的吧？进无忧城先办暂处证。这是无忧城治安管理条例，入城费50块下品灵石，拿好，丢了不补。50块？咱们这是进绝灵谷还是进仙盟保固啊？入城费50块下品灵石。我是仙盟戒律院首座沈长清。谷主说了，在无忧城，道祖来了也得排队交钱。在戒律院200年，斩过大妖，拿过叛宗长老，从未有人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那是什么妖物？灵能轨道车，咱们无忧城造物坊自己鼓捣出来的，没见过吧？谷主画的图，老里头打的阵盘，造物坊拼的。这玩意儿咱们城有5辆了，这趟拉矿石去熔炉，下趟拉法器回来，日夜不歇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灵气波动和金属机油的味道，街上干净的连一片落叶都没有。3年前那里饿死斗法死的人有2万之多，现在竟成了这番模样。这些居然都是贺九幽一个人弄出来的。那还用说？3年前谷主刚来时，谷里瘴气毒死了不知多少人。要不是谷主，我们这些废人早化成血水了。交钱，本座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看看这个贺九幽到底是怎么把一个死人坑变成这副模样的。劳烦通报，我想求见贺谷主。找谷主去政务大厅拿号排队，谷主在开会。我是仙盟戒律院首座，有急事。谷主说了，在无忧城，道祖来了也得排队。好一个贺九幽！首座，咱就这么等着？等？我倒要看看这位废人谷主是如何把死地变成这样的。谷主，你醒了？外面什么情况？魔修为了抢最后一个灵泉打起来了。谷主，属下劝您赶紧写封遗书吧。遗书？遗书。瘴气从北边蔓延过来了，先是灵气溃散，然后皮肤溃烂，3天化血水，谷里的水源也干了，哪还有活路？谷主，找根结实点的妖兽筋吧。外面那些饿疯了的魔修要是冲进来，您连自身的时间都没有。今儿要是交不出辟谷丹，他们就要把这拆了。谷主，您看，我看你们的遗书都白写了，一颗辟谷丹救不了这个谷，但规矩呢？老寿，传音，敲响那口普通钟，让全谷还能喘气的都到这儿来。谷主，你要干嘛？没有灵气就造灵气，没有水就找水，流水天气死不了，还要把这个狗屁绝灵谷变成仙盟高攀不起的地方。谷主，这不是一群讲道理的道友，这是一群吃人的恶鬼，跟他们谈希望等于找死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从不跟恶鬼谈希望，我跟他们谈怎么做个人。诸位，
外头的人在吃毒蘑菇，你们在场的这些人离互相生啃也不远了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仙盟没有给我留一粒丹药。那你说个屁！但是谷里还有东西，满地的毒草是东西，妖兽的骨头是东西，瘴气也是东西。谁要是能把这些烂东西利用起来建净化阵法，大家就不会烂成血水。这能行？没有灵石怎么布阵？你们现在去抢是死，蹲在这儿等也是死，横竖都是死。为什么不跟我赌一把，给自己挣条活路？想活命的，不想烂在泥里的，都给我站直了！姓贺的，我们站直了也没力气干活啊，没灵气没吃的，拿什么干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血土李二。洞里还有多少灵米？谷主，那是咱们最后救命的呀！吃完了您就……够多少人吃一顿？煮成稀粥，大概能对付300人。今晚干活的人有粥喝，全家干活，全家有粥。洞里还有半扇风干的低阶妖猪肉，熬了给干活的人加肉。这真有肉，老子都3个月没见肉味了。松月登记，先挑还能站住还能干活的，每人1碗粥，喝完就分组。以这块巨石为界，东西南北各划一区，北区的人不准去南区，东区的不准去西区。从前起乱跑的抓。谷主，这线拉来干啥？县里头是隔离区，瘴气感染最重的是北区和西区，把烂了的人锁在里面，外面的人才活得下来。那里面的人怎么办？全送西边废弃灵矿洞集中隔开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。这不是把人关起来等死吗？不隔开，死的是全谷。第2条规矩，以工代粥。今天清毒草，今晚领粥，谁出力谁吃饭，谁躺着等死，谁就真死。宋玉，你带人去找红色的藤蔓，所有路口，今天晚上之前拉线。萌萌，去废矿洞把能用的地方全清出来，铺干草，烧热水。谷主，万一病人家里人不让带走怎么办？那就告诉他们，不送走，全家死；送走，还有一线活。你就不怕他们吃完东西就跑？跑出去立马死，但在这儿至少还会有食物。人不是靠劝活的，是自己看到生路自己扑上来。这是绝灵谷的面图，红色是毒草丛生区17处，黄色是微洞32个，绿色是要挖排气沟的地方，蓝色是病人隔离区。瘴气怎么来的？毒草腐烂，地气郁结，清理干净，瘴气自然会散。200多人，分4队，第1队拔毒草，第2队清微洞，第3队去挖石灰岩烧石灰，第4队搭临时草棚。姓名，原先是哪个宗门的，家里几口人，会什么手艺，全都记下来。老子叫李二，以前是血煞宗的，会砍人。你会砍？好。第4队去打草棚需要砍木头，你带队。谷主，俺以前是厉子宗外门，会打铁。好，挖出来的废矿石不准乱扔，能用的都归拢到后山以后还能再用，废料放对地位就不是废料。宋玉，你带第1队拔毒草。谷主，属下原是仙盟的文书，你让属下去拔毒草。那你觉得你应该干嘛？你应该亲眼看看北边那片毒草里压着多少具尸骨。今天不拔干净，明天那片瘴气就会飘到你脸上。你是在拔草还是在救命？你自己掂量。不能动，都别动！这草下压着的是地脉，谁动谁遭反噬。10年前有人不信邪拔了一颗，当晚就七窍流血死了。地脉反噬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完了，这下死路一条了。谷主，此地过于诡异，要不我们换一处清理？他七窍流血，不是地脉反噬，是这草根部的毒囊破了，毒气入体。只要挖的时候连根带土一起挖，别弄破毒囊就没事。地脉要真有灵，怎么不先保佑你的眼睛复明？第1出我来。谁还觉得自己比本座命硬？砍！老子天天吸着毒气，都快憋死了。管他什么地脉，先活下来再说。真的没毒气冒出来，大家看见了吧？从今天起，绝灵谷不靠天意活命，靠脑子，靠手，靠规矩。你回山洞，我把今天干活的人全部记功，一笔都不准错。绝灵谷不养闲人。我曾是仙盟最有前途的弟子，以为抄录上古典籍便是无上大道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。今日到宫213人，无人逃跑。
谷主，明天真要挖水渠？不是明天要挖，是必须挖。传令，全谷死水潭一律封死，派人看守。谷主，封了水潭，俺们喝什么呀？这是不是太急了？要不再缓2天？缓2天，就多死2天人。封水潭不是让你们渴死，是逼着你们去喝活水。看，从后山那处微弱的灵泉岩起，往谷地挖一道明渠，300步长，底宽2尺，面宽尺，深1尺8。谷主，挖沟子俺听懂了，可这条线为啥这么斜？因为水底要有坡降，从泉眼到谷地300步，底高差3寸，1/1000坡降，水自己往下面流。俺不懂啥1/1000，俺就因这么一句话，水真能流过来？能，谷主，就算水能流，可挖300步长的沟还要凿石头，200来号人干得完吗？今天开始不止200人，等全谷的水潭一封，想喝水的人会自己来挖。王猛，你带20人量线定桩；李二，你带人从泉眼这头开挖；宋玉，你负责登记公数，分配木头；还有病人家属单独编队。病人家属，他们最急着要水，想要就让他们去运，让他们知道，这渠每往前1尺，他们家里人就多一口活命水。俺去运，俺去挖，俺妈发烧烧了4天了，他们都说喝干净水能好。好，你也来。谷主，求求你开一个坛吧！俺们喝了坛水10年了，没死过人啊！谷主，先开一个坛吧，老人们都快疯了。开一个坛，死的人是你那10几个老人的10倍。救命啊！俺的错，俺昨晚上看见了，没拦。刀可以砍任何人，除了无辜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砍了无辜的人，我会亲手绞你的刀。拿回去。绝灵谷还需要刀，但不是砍自己人的刀。谷主，俺这条命是你的了。谷主，照这个进度，3天就能挖通。甜的，这水是甜的，还有灵气。一个个来，按规矩，每人2桶，谁插队，谁今天没水。各区因瘴气发作死亡人数重新报上来了，7天前每天死60多个，昨天死12个，今天到现在只有4个，4个！这只是开始。城主给我的话，东南角的灵力线路再查一遍，造物坊的进度去催，下个月第2条轨道必须铺完。贺谷主，别来无恙。伸手坐，久等了。里面坐。
神手座这次来，是奉了盟主的密旨，来查我勾结魔族意图谋反的罪名吧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不逃？我为什么要逃？3年前，盟主废了我的修为，把我扔进这绝灵谷。那时候，这里是一座死城，我没有灵石，没有法器，没有修为，我只有一双手，一个脑子，还有一群想活下去的人。神手座一路走来，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符文路、灵能轨道车、净化铁塔，还有干净的街道、安居乐业的修士，这些就是你说的没有谋反。你造的那些机关车和铁塔，哪一件不是战争利器？你收编那些魔修，不就是为了组建私军？神手党，你既然是来查案的，那就查个明白。这是无忧城3年来所有的账目、物资流向、人员登记，你随便看。这些账我可以为你作假。我是戒律院首座，只要我想，你这些账册里就能查出通魔的铁证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指望这些账册能救我。明天我带你看无忧城。毫无规矩，不成体统。仙盟之下，何曾有过如此散漫之境？谷主，今天气色不错啊！哈哈，你这摊子的生意看着更不错啊！那是李二，以前血煞宗堂主，杀人不眨眼，现在是造物坊首席锻造师，上个月刚评为无忧城劳模。生啖人心的恶鬼竟成了劳模，荒谬！他娘的，这半场大了0.1分，重打！都给我用心点，别砸了谷主的招牌！那是王猛，以前是散修里的悍匪，烧杀抢掠，现在嘛，是我们农业部的部长，负责全城的口粮。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，看看我无忧城的根基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们是工人，是农民，是无忧城的基石。你把他们变成这样，盟主不会容你。仙盟需要的是高高在上的威严，是等级森严的修仙界。你在这里搞得毫无制度，这是在挖仙盟的根。仙盟的根早就烂了。我只是在烂泥里种出了一朵花。你这是谋逆之言！谋逆？看看这个。这不可能！盟主乃是正道魁首，怎么可与魔族勾结？3年前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准备上报长老会，结果第2天就被盟主以修炼魔术的罪名废了修为，流放到这绝灵谷。他以为把我扔进这个死人坑，我就会被撕成碎片，但他没想到我活下来了，还把绝灵谷变成了无忧城。你这次来带了就地正法的密令吧？盟主让你来不是来查案的，是来灭口的，因为无忧城的发展挡了他和魔族交易的路。你沈长清自诩铁面无私，戒律严明，现在告诉我，你手里的那把剑，到底是正义的戒尺，还是盟主杀人的屠刀？我执掌戒律院200年，一直坚信仙盟规矩便是天道，盟主意志即是正义。但今天，
我的信仰动摇了。如果就是盟主口中的妖域，那仙盟总部那些为了资源倾轧，视凡人如草芥的宗门又算什么？你手里的那把剑，到底是正义的戒指，还是杀人的屠刀？坐实罪名，就地正法，斩草除根。神手座昨晚睡得可好？我把密令毁了。你知不知道毁了密令，你就不再是戒律院首座，而是仙盟不共戴天的叛徒？我知道，我沈长清修的是浩然正气，坚守的是心中道义。如果仙盟的根已经烂了，那我就换个地方继续修我的道。自然，贺谷主，无忧城还缺打手吗？无忧城从不缺打手，但缺一个城管大队队长。啊？老子赶时间，回头陪你。这是元婴期大能的灵威，我惹到哪个魔道老祖了？城内超速飞行，毁坏公共外址，肇事逃逸，按无忧城治安管理条例第7条、第12条，罚款50块下品灵石，没收作案工具，并拘留3日。前辈，你一个元婴大能抓超速？怎么，元婴期不能抓超速？飞剑没收，自己去政务大厅交罚款，然后去拘留所领号。敢跑，本座打断你的腿。首座，不是队长，咱们好歹是仙盟戒律院出来的，您更是差一步就化神的大能。咱们在这里抓超速、管违停、处理邻里纠纷，这要是传回仙盟，您的面子往哪儿搁？我在仙盟戒律律200年，斩过137个高阶修士，但那些人死的时候，凡人还在挨饿，低阶修士还在被当成炮灰。今天我抓了一个超速的炼气期，保住了一个凡人老头对这座城的规矩的信任。林雨，规矩不是用来给大能立威的，规矩是让弱者能活下去的底线。谷主，沈队长今天抓了3个超速，2个乱道如炸弹，还调解了一起纠纷。他直接放元婴威压，半条街的人都趴下了。现在全城都知道咱们来了个活阎王。由他去，他认准了规矩，就比谁都守规矩。无忧城鱼龙混杂，正需要他这样一把刀来镇场子。不过，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比超速和违停大得多的麻烦了。我们的灵媒断供了。谷主，昨天夜里黑市那边的联络人传信过来，仙盟下了严令，封锁了10万大山所有的商道，任何人敢向绝灵谷方向走私1块下品灵石、1斤灵媒，全宗连责，满门会困死我们。谷主，咱们库房里的灵媒最多还能撑10天，10天后铁塔阵法覆灭，瘴气就会重新倒灌进城。黑焰深渊，您疯了！那是绝灵谷的地火之眼，里面全是狂暴的地心毒火，连元婴期修士进去都会被烧成灰。
别说去挖矿了，靠近10里地就会被烤干啊！我没疯，谁说我要去挖矿了？我要的是火。这是我2年前就开始构思的地热灵能转化塔，只要把它建在黑焰深渊的上方，把地心毒火抽上来，经过转化，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蒸汽灵能。有了它，无忧城就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我们要把这10万大山的地火变成我们的心脏。谷主，这理论上可行，但实操呢？谁能在那种高温下施工？深渊附近的岩石法英语，他没办法解地基。拿命填！谷主，俺听见你们说话了。10天就10天，只要您画得出图，俺造物坊的兄弟就是不睡觉也给您把这铁塔盖起来。农业部出300个壮劳力，挖石头，俺们这些土里刨粪的最在行。好，全城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传令，所有非必要生产全部停工，一切资源向地热塔项目倾斜。违令者斩！娘的，这石头比仙盟那帮老大神的脸皮还硬！首座，这太乱来了！这种环境不派高阶修士用法宝开山，靠一群炼气器和废修拿提铆砸，这得瞧到猴年马月。沈队长，别废话，本座的灵力最多吃3个时辰，3个时辰内地基若打不穿，本座先拿你祭剑。兄弟们听见没？元婴大能给咱们当风扇，今天谁要是拉了裤裆，老子活劈了他！谷主，他已经透支到极限了，我们要不要再等等？他比你想象的更清楚自己的剑该往哪儿挥。原来，这才是剑真正的用法。以前，他的剑用来杀人，现在，他的剑用来护人，护着无忧城，护着满城烟火。地热转换战，开工！红啊！地地红啊！快，还要更快！各单位汇报压力：1号管道正常，2号冷却阵法运转正常，有请轮盘就位。开杀！亮了，真的亮了！结束了。
这包药下去，这城就是死城一过。沈长清，你守得住城，守不住这水。沈长清，放开我！你怎么会？我动不了了。无忧城内禁绝投毒。本座现在是无忧城城管大队队长，绝命伞。你想害死全城的人？你们这群叛逆早晚被剿灭！盟主有令，绝令谷内鸡犬不留。盟主除了派你们来搞破坏，还准备了什么后手？我在戒律院学了134种刑法，以前不屑用，今天我想在你们身上复习一下。别费劲了，他们只是诱饵，盟主真正的杀招不是他们。他疯了吧？兽潮一旦失控，不仅是无忧城，周边几百万生灵全都要遭殃。为了铲除异己，他什么干不出来。这一次，我们不讲规矩，我们打仗。全体都有，不要乱，听从指挥。按区域撤离，老弱病残先行。2阶的排好队，跟紧007号，全部去3号防空洞。别带那么多破烂，带上口粮和水。孩子报警了，别乱跑。给老子退正了！别让这宝贝哑了火！仙盟的杂碎，让你们尝尝无忧城的古特产。一群仙盟眼中的乌合之众，却是我见过最坚强的战士。我们不再依靠谁，我们就是自己的神。诸位，仙盟想借妖兽的爪子把我们抹平，他们觉得我们不该存在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亲手把绝灵谷变成无忧城的人。我们修了路，建了房，种了田，造了塔。这座城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滴水，都用流过的汗水。现在有畜生想来拆我们的家，你们答应吗？全体准备。城主，他们快上来了！开火！来啊，畜生们，死吧！看到了吗？再硬的壳也挡不住咱们的灵爆弹！废什么话！去上灵爆弹，快！那是什么？慌什么？拿我的灵爆弹来！防空，防空！快给老子顶住！他们下来了，守不住了！慌什么？阵列，起！防空阵列，起！放！那究竟是什么怪物法宝？那到底是什么法宝？为什么不需要高阶修士灌注灵力就能有这么大威量？你看那些操控法器的人，他们体内的灵力波动，竟然全是炼器期的废物。这怎么可能？炼器怎么可能驾驭这种等级的战争重器？来了！这是元婴级别的妖王。沈清英，兽潮升级了，立刻启动备选方案。没有，我们的攻击对他们根本没用。沈长清，收到，请回答。知道了。
就是现在。守住了！这家伙，如果他想造反，仙盟那帮老东西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打赢一场防守战，救不了无忧城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已经打退了兽潮吗？仙盟的底蕴远比兽潮可怕，只要封锁补给，不断派人骚扰，我们早晚会被耗死。那怎么办？我们难道只能等死？反击！我要让整个修仙界都看看，那位顶礼膜拜的盟主究竟是个什么货色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对手还没入局。战争过后，巫妖城变了。这些曾经为了生存苟延残喘的流民，眼睛里多了一种叫做底气的东西，那是用钢铁和鲜血打出来的自信。小丫头，慢点吃，管够。神手座，谷主，你这是何意？贺某自然知道。你以前在仙盟管过天音阁吗？管过，天音阁是仙盟的耳目，大千传音阵可将法旨瞬间传遍九州。很好，我做了个小玩意儿，只要插进主阵眼，我们就能劫持整个广播系统。什么？你要广播什么？证据就在这里，仙盟那位正道领袖早就把九州卖给了魔族。这是真的？他竟敢？是真是假，让天下人自己去听。我们要做的是撕烂这层遮羞布。精灵，准备接入！我要全修仙界都听见他的死罪。但这东西怎么插进去？天音阁在仙盟总部防守极为严严，那里有化神期大能坐镇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不需要人飞进去，这里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铁桶江山。你疯了！那是仙盟腹地，层层大阵封锁，人力根本无法靠近。谁说我要派人进去了？我们要给他们在天上送个快递。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半个月时间，你竟然造出了这种东西！沈长青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我管它叫灵能洲际导弹。当然，这枚只是用来测试轨道的快递，不在战斗部，但它的速度足以撕碎那些所谓名门正派的所有尊严。宋玉，坐标计算核对过了吗？核对完毕。目标仙盟总部天音阁，主阵眼上方3000丈，误差不超3寸。灵儿，点火阵法准备。早就准备完毕了，城主。点火。何方妖孽，竟敢闯我仙盟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股波动根本不是灵力。敌袭，开启护宗大战！这是何物？修仙界的各位道友，大家早上好。我是无忧城城主，前仙盟弃子贺九幽。贺九幽，那个疯子回来了！别紧张，我只是想借这个地方跟各位叙叙旧。给我关掉他！立刻关掉！今天打扰大家早学，是想给大家听点有趣的东西。
盟主，关不掉！那个阵盘锁死了主控阵法，强行切断，会炸毁半个宗门。仙盟的规矩是吃人的规矩，无忧城的规矩是把人当人的规矩。想活得像个人的无忧城，随时欢迎。一场点燃九州的烈火就此燎原。贺九幽、沈长清，敲响聚仙钟，给本座召集3大宗门宗主。是盟主。调包仙盟前的魂魄抽出来，本教九幽明火力灼烧10000年。3万人足够了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什么铁折腾，什么凡人蝼蚁，都只是笑话。怕吗？自然怕。化神巅峰的言出法罪，一击就能击穿我们的城墙，我们的灵爆弹打不穿他的护体罡气。是啊，修仙界的等级压制太不讲理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跟他打修仙战。长青，你信我吗？信，那就把你的元婴借我用一个。借元婴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灵子对撞机的核心控制层。长青，你要明白，盟主的护体罡气本质上是高密度的灵力聚合体。如果我们用一个元婴作为引子，将整个地热塔抽取的黑炎毒火压缩到极致，进行粒子级别的对撞，产生的瞬间能量足以撕裂化神期的空间法则。你要我的命？不会死，但元婴会破碎，你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凡人，过程会非常痛苦，就好像把你的灵魂放在磨盘上碾碎。如果我不进去，无忧城会怎样？我这辈子杀过很多人，也抓过很多违章飞行的，但我从来没当过救世主。今天，让我过把瘾。如果这次我们赢了，无忧城的户口本上永远有你第一页。别废话了，开火吧，老子还要赶着出来贴罚单呢。贺九幽，你勾结魔族，背叛仙盟，本座念你曾是仙盟弟子，赐你自裁，交出沈长清和所有阵法图纸，本座可留着满城蝼蚁全尸。老东西，废话真多！你在天上飘着，交没交停车费？压没拉实现？无忧城上空，即刻禁飞，擅闯领空者，后果自负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本座这就送你上路，好一个后果自负！区区蝼蚁竟敢挑衅仙盟之威，简直是冥顽不灵！大荒陨灭印，给我审！全完了，这是天罚啊！灵子对撞，开启！这不可能，那是本座的本源道法。没什么
你的法术说到底不过是高浓度的能量聚合，只要找到对应的反向波长，就能让它归零。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指令已输入，主系统连接成功，主炮出能100%，灵能过子准备就绪，目标锁定龙骨云州，拦截轨道已规划。抓到你了！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开火！送你们上路！太上金光罩，给本座挡住！撤！全军撤退！走，快走！战争结束了，无忧城在夕阳下显得无比宁静而又强大。虽然主炮击退了盟主，但灵子对撞产生的反噬也让地热塔的管线大面积熔毁，半个无忧城陷入了黑暗。老沈，没死成啊！没死，我们赢了！那老狗被轰掉了一半身子逃了，空了，真干净。我会想办法的。无忧城现在有了技术，我可以造灵能义肢，我可以做人造丹田，我一定能让你重新修炼。老沈，你信我？不用了，我修了200年的仙，杀人夺宝，闭关太累了。明天东街那个卖煎饼的老头，要是再有人掀他的摊子，我还能去开罚单吗？能，只要你在无忧城1天，你就是城管大队队长，没人敢掀你的摊子。一座新的巨城无忧城拔地而起。这老东西脾气还是一点没变。沈队长现在可是咱们无忧城的一霸，连造物坊的李二见了他都得绕道走。这修仙界的规矩破了，现在该去看看这片星空有什么新规矩了。